美国白宫方面表示，作为对俄罗斯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回应，美方将停止与俄方交换一些核力量数据。美俄是世界上最大的2个拥核国家，拥有全球近90%核弹头。随着双方因俄乌冲突而关系持续紧张，两国围绕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博弈将如何危及全球军控体系？来看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28号在电话记者会上称，由于俄方拒绝履行两国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同意的每半年交换一次数据，美方也决定不向他们提供这些数据。此前一天，美国防长助理约翰·普拉姆参加美国国会的听证会时透露，美方曾向俄方提出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框架内交换有关信息，但被拒绝了。作为回应，美国不会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框架内与俄方共享信息。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9号回应表示，美国停止与俄罗斯交换核力量数据，不会改变俄罗斯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决定。俄总统普京上月21号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美国要求俄罗斯恢复执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包括允许对俄罗斯的核设施进行检查。这样的要求在当前看来简直荒谬。普京强调，如果要让俄罗斯重新回到该条约下，北约成员国就必须澄清对本国战略武器库及北约整体核打击潜力的看法。俄外交部在普京发表国情咨文后表示，尽管俄方决定暂停履约，但仍然遵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最大数量的要求，继续与美国就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进行通报和交流。同时，俄外交部称，该决定是可逆的。俄方做出这一决定，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敌对政策。如果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变化，俄方不反对恢复履约。俄罗斯是率先暂停履行这个条约义务的。其实美国的心思他这种算计是什么？他是想一边在俄乌战场上削弱打击消耗俄罗斯甚至羞辱俄罗斯，但一方面又用这种削减核武器条约来束缚俄罗斯的手脚，不想让俄罗斯把这个战争扩大为比如说使用战术核武器等等变成一种最后美国都无法收拾，或者是祸及到美国自身的这样一种程度。他想是保持这种微妙的平衡，但是俄罗斯不可能配合他。在这种氛围之下，那么俄罗斯只能是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由美俄两国于2010年签署，并于4年生效，原有效期10年，后延期至2026年。它是两国在核裁军领域的关键条约，与美苏之间签署的反导条约、中导条约一起，被认为是国际核裁军体系的3大支柱。在美国先后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和中导条约之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成为美俄之间唯一军控条约。实际上，随着近年来俄美关系不断恶化，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早已面临严峻挑战。去年8月，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俄方被迫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设施核查机制。路透社指出，该条约所规定的1年2次的数据交换，需要美俄双方提供一份部署的战略运载工具、发射装置和弹头的详细清单，包括在海陆空等运载工具上部署的弹头数量的分类。报告还需详细列出每个公开基地部署的战略运载工具和弹头的数量。有观察指出，俄罗斯上月正式宣布暂停履约，美国如今又宣布停止与莫斯科交换部分核力量数据，标志着两国现行核裁军体系进一步瓦解，也给全球军控体系带来巨大挑战。俄罗斯科学院国际安全中心主任阿尔巴托夫预测，如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崩溃，美国可以在几年内以最低成本将其核弹头数量增加1至3倍，不受限制地全面增强核力量。俄罗斯将从最坏情况出发来规划发展战略力量，与美国展开一场无限拓展的军备竞赛。据塔斯社27号报道，俄罗斯海军正增加在太平洋地区的行动。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的是，俄罗斯将在2024年初完成在太平洋沿海地区的核潜艇基础设施建设。报道并未说明该设施的具体位置，但消息人士透露，俄军将新组建第3核潜艇师，并在勘察加半岛修建配套设施，用于停靠携带波塞冬超级核鱼雷的战略核潜艇。
俄美此前介绍称，波塞冬超级核鱼雷属于大型自主无人潜航器，配备核动力装置和核弹头，重约100吨，速度可达每小时200公里。它可以突破反潜网的拦截，潜入对手的沿海城市附近，引爆核战斗部，可产生的巨大海啸和放射性污染。此外，它也可以用于打击对手的航母编队等目标。而能够携带多枚波塞冬的比尔哥罗德号和哈巴罗夫斯克号，则被外界称为末日潜艇。本身啊，这个核大国都是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啊，空中的、陆地的、海上，海上主要就依靠战略导弹核潜艇啊，所以这个俄罗斯发展战略导弹核潜艇，美国本身就是比较忌惮的。再加上它现在部署这种末日潜艇，就是用核潜艇在携带波塞冬这样的相当于无人潜航的这个核鱼雷，这个是美国更忌惮的。当然，俄罗斯现在选择把这样的所谓的末日潜艇部署在太平洋沿岸，有它的考虑。因为俄罗斯本身的出海口环境不是很有利啊，比如说从北冰洋方向，从巴伦支海走大西洋方向，那个都容易被美西方围追堵截。相对来说，太平洋沿岸还是方便一些的，而且部署在这个地区，核潜艇出动之后，一样可以威胁美国太平洋沿岸啊，这个是美国是非常忌惮的。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仍对俄乌冲突不断拱火浇油，加大对乌克兰的军援力度。北约还在吸纳瑞典、芬兰2个传统中立的北欧国家加入，并不断加强在俄罗斯周边的军事部署，进一步刺激俄安全神经。德国总理舒尔茨27号证实，向乌克兰承诺提供的18辆豹二 A6主战坦克已全部抵达乌克兰。1月底，德国政府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豹二主战坦克，同时作为豹式坦克生产国，德国也允许拥有豹式坦克的第三国快速向乌克兰提供该坦克。德国最初承诺提供可配备1个连的共计14辆豹二主战坦克，后增至18辆。德国援乌豹二坦克的闪电交付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一方面，豹二一度被认为是欧洲最强大的地面武器之一，此次援助的型号更是令基辅盼望已久的先进型号。另一方面，即便是美国承诺提供给乌克兰的主战坦克，最早也要到8月才能交付。此外，五角大楼还披露，尽管都是埃布拉姆斯坦克，但是已经从 M1A2 型变成老旧的 M1A1 型。今年年初，美国政治新闻网就曾报道称，美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采用贫铀装甲技术的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理由是这项技术受到出口限制。乌克兰届时将得到的是出口型埃布拉姆斯坦克，这类坦克也曾出口埃及、沙特阿拉伯，并曾在伊拉克投入使用，其装甲强度类似于此前挪威和波兰向乌克兰提供的豹二 A4 坦克。美国之所以只向乌克兰提供改造后的武器，出口限制仅仅是原因之一。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军事专家格莱瑟尔表示，问题在于高科技坦克一旦被俄军缴获，就增加了技术外露的风险。从去年4月开始，美国就开始向乌克兰提供 M777自行榴弹炮，但可能基于同样的顾虑，该武器没有安装 GPS 以及相应的电脑设备，这会导致命中率大大降低。还有分析认为，美国对援乌武器做出种种限制，一定程度也是出于避免过度刺激俄罗斯，让冲突进入不可控制的境地。《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称，美国提供海马斯火箭炮前曾进行过改装，以便让它无法发射射程可达300公里的 ATACMS 导弹。该报援引美国政府匿名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这样做是为了减少战争升级的风险。他现在不想提供这样的先进武器，我觉得有几种考虑，比如说。他觉得提供的武器太先进的话，是不是不受控？万一乌克兰拿这样的武器远程攻击俄罗斯本土怎么办？因为俄罗斯一定会大规模的报复，而且这种报复有可能就升级到和美国和北约的直接的作战，这他不愿意看到啊。另外，那么援助这样武器如果太先进的话，那么先进的武器有可能被俄罗斯俘获到、缴获。一些它相关武器上的机密，包括它援助的武器一旦流入到国际武器的黑市，落入到恐怖分子手里，可能反过来对美西方，对他们也是一个威胁，他也不愿意看到。就总的来说，他就是想拿捏这场战争。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继俄罗斯早前宣布暂停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美方也宣布停止与俄方交换核力量数据。那您怎么看俄美的最新较量呢？主持人好，围绕乌克兰危机，美俄正在掀动新一轮的争执，或者说新的交锋。而俄美交锋又是与乌克兰的战况、欧美对乌军援不怎么到位，乌克兰开始呼吁和平相关联。在俄罗斯声称在白俄罗斯要部署战术核武器以后，美国停止了与俄罗斯交换一些核力量数据。
这实际上呢是核威慑与反威慑双方呢都有所忌惮，但是呢又要摆出来反制对方的架势。中国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和平倡议影响力呢是越来越大，包括乌克兰都呼吁中国发挥作用，表达出一定的对和平的渴望。美国呢也便敲边鼓了。国务卿布林肯说，有关乌克兰停火的呼吁，可能呢会让俄罗斯部队重整部署，准备发动新一轮的进攻。显然呢是要鼓励乌克兰人继续打下去。但这问题呢又来了，要是乌克兰继续对俄作战，需要武器和军火，美欧呢似乎并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美国给乌克兰的武器据说是简化版的射程缩短、电脑系统改装，担心乌军呢向俄罗斯境内开火，使得俄乌冲突升级为美俄冲突。欧洲国家呢对乌援助的武器不是数量大减，就是这个提供比较落后的版本。今天呢，乌克兰军方就是抱怨一些国家提供的武器和弹药不能用，那经常的退回去调换，换来换去呢也耽误了战机。泽连斯基呢还公开说，他担心因为美国两党分歧，今后美国可能不会提供更多军援了，这仗呢就不好打了。根据西方媒体的说法美国的厌战情绪蛮高的，拜登政府也甚至打下去不利于明年的大选。乌克兰得到的军援呢，到今年夏季就差不多要消耗完了，要是再得到西方军援呢，恐怕也还比较难。那么由此来看呢，现在俄美的交锋可能是停战和谈前的一次比较大的较量的开端，不排除呢还有激烈的争执。但是呢，双方都知道这仗是越来越打不动了，没有那么多的钱来援助乌克兰了。我估计今年下半年这个和平谈判呢就有可能逐步的登场。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